好，回到節目，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根據伊朗的官媒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他們在3月27號就報道說，伊朗革命衛隊呢，他們強烈建議所有在美軍駐紮地的平民趕快的撤離，以免受傷。因為呢，伊斯蘭革命衛隊無論在哪裡都有義務攻擊美軍，甚至包括鄰近國家這些美軍士兵下榻的飯店都會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也表示說呢，當美軍進入到這些飯店的時候，那些飯店呢就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國人在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好，路透社呢另外也報道說，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還有更鷹派的人士主張應該要發展核武來反擊美國。所以美國副總統范斯26號在會議這個內閣會議上面也暗示，他說伊朗有可能在背心裡面要裝置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但是這個相關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可能是有些資料在手上嗎？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實際的問題，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積的濃縮鈾，真的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說像那個范斯講的，說在背心裡面做成像核子武器來進行自殺式的攻擊，甚至做核彈、做髒彈來反擊美國嗎？小偉兄。好，你要說做髒彈這个可能性真的有，但是这些核子物質的移動難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來講伊朗現有的濃縮鈾有沒有辦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彈？大家不要以為做核彈是件很簡單的事啊！做核彈的濃縮鈾，它的鈾濃度要高達97%以上，也就是這樣精度的濃縮鈾，這個地球上能夠提煉出來的國家沒有幾個。好，所以也就是說，今天當時那個美國他們在過去這個反正看到伊朗有點濃縮鈾的時候這個那個大家長期我相信你有記得一些英文那個新聞，就是伊朗境內的核設施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為什麼？其實就是那個以色列摩薩德一直在監看伊朗，他如果就發現伊朗要開始準備能夠開始提煉濃縮鈾，他就要設法把它炸掉，然後另外也管制這些所有可以提煉濃縮鈾的這些設備進口到伊朗去。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濃縮鈾的濃度要達到那個濃縮的那個純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說以美國來說，美國這個福特級航空母艦，它的核燃料濃度高達95%，但是美國人可以敢把它拿來裝到航空母艦上當核燃料用，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是你要拿來當核武器，那個產生這種所謂的熱核反應，就是能夠這個引爆的，你一定要濃度達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辦法作為這種所謂叫武器級的這種濃縮鈾來做這個核武之用。你說今天那個伊朗在這麼多年來飽受制裁，而且或者說好不容易弄那麼一點點就被這個那個以色列人被美國人這樣炸，那你說他能夠有足夠的那個核彈那個核燃料來做核武器的話，我個人覺得沒那麼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這個核武器，你也要經過一系列的這個測試，比如說包含臨界測試，或者是真正要試爆。像比如說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手邊有核武器，為什麼？因為他爸還在世的時候，這個金正日就在這個地球上搞了一個小型的這個那個地震他那個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來北韓真的有。好，那這個時候你說伊朗你連門檻都還沒有，他如果說你把它當初跟我們民國70年代張獻義那個時期搞這個核武器類比的話，他基本上那個時候張獻義把這個資料拿出去的時候，是讓美方知道我們能夠在6個月之後能夠弄出來。但是如果說現在假設即便伊朗在被美國跟那個以色列攻擊的時候，達到當初那個張獻義丟文件的這個水準的時候，這時候你其實你真的東西做出來，你要拿什麼東西丟出去？當然你說他有很多這個地對地彈道飛彈可以飛個這個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這些我都同意。但問題是說，你今天你這個東西兩個要結合，能夠射出去成功才能夠算數。也就是說，有這個能力不見得有這樣的一個程度對，而且范斯的說法，我們這樣來看的話，其實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這次美國出兵伊朗的一個理由嗎？好，那現在就講說，伊朗呢現在威脅說要對於鄰近的國家的飯店，還有包括了美軍基地攻擊而且說反正呢，你這個軍事官下榻的飯店都成為我伊朗攻擊的目標，這背後的戰略目的要怎麼看呢？那是。其實我覺得就是說，伊朗做這件事情，其實因為他已經把很多美軍基地給摧毀了，是他認為現在美軍沒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說你要躲在飯店或者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殺，而且還要俘虜美軍。那其實他這個意思呢，飯店為什麼會指飯店？我覺得他就是跟海灣國家講，我如果打你飯店的話，我不是對你。我是對你藏在飯店的美軍，對，所以叫你的美軍你的飯店不要住美軍，你住美軍，對不起，我打的話，我不是打你飯店，
可是是打美軍。那我是不願意打的，因為我把你這個國家的這個飯店攻了，你國家還有觀光客嘛。所以這個其實現在出來在調停的，比如土耳其啊，比如說這個埃及啊，比如說巴基斯坦啊，那幾個國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談的時候，就希望說，你不要亂打這些民用目標啊，真正的冤有頭債有主啊，這個應該是美國跟以色列，你不要亂打。所以呢，我覺得他這個意思其實是多重意義，一方面也警告美軍，你們最好撤離。那麼一方面也跟這些就是說這個波斯灣國家這個海灣國家的這些名義上是美國盟友，可是實際上是這次戰爭的苦主，沒錯，跟他們講說，你不要用飯店讓這些美軍躲在裡面。但是大使，您覺得那我也都打你飯店了？您覺得這樣的一個說法，就是現在做了這樣的宣布會不會造成說實質上面影響到這些海灣國家他們的態度甚至做法？他們會把這個對美國施壓的力道加大。那個很多西方媒體包括什麼 New York Times 說，他們現在對伊朗這個什麼要準備叫美國人繼續打伊朗，然後他們自己可能出兵。我認為那是胡扯八道。這些國家他不會公親變事主的，他不會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頭債有主嘛，對不對？沒有，他不會跟伊朗去作戰的，這是戰爭，人家。他們這個中間事實上都有很多聯繫的對，就是說伊朗打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國的設施你這個美軍基地被打得很慘，那他沒有針對你這些國家的民用設施，他打到民用設施唯一是什麼？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設施被打的時候，他這邊沒有美國的民用設施他只好跟打這些跟美國關係比較重的國家，尤其阿聯酋，就他打了。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沒有美國目標可以打，所以就是說，你今天美國要打伊朗的民用設施，尤其能源有關的這件設施那海灣國家說，那伊朗就是打我們的，因為這個東西都是附近都是他打得到都是我們的，所以他們現在卯盡全力希望美國不要打，不要擴大戰爭所以川普現在的壓力，除了他自己美國的壓力之外，海灣國家還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都是出來要美國不要去把這個戰爭往上提升的。沒錯。所以我認為基本上現在最希望這個戰爭停止的是海灣國家。海灣國家現在的想法也是，這個戰爭是你美國發動的，可是呢，現在受害的像您剛才講說，最大的苦主是我們，因為被打的、被這個毀損的。雖然是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設施，就是在我們這些國家的境內那但是問題是，根本對你美國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好，那當然現在重中之重關切點還是在於荷姆斯海峽的實質控制現在開放通行呢，對於川普來講，對於美國來說是當務之急那伊朗的外長呢，阿拉奇最近也證實說伊朗基於友好國家定義，目前只允許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伊拉克還有巴基斯坦這5個國家的船隻通行，其餘呢被視為是敵對勢力的船隻仍然遭到禁止通行。這個5個國家裡面呢，我們看到沒有日本所以日本在處理上呢，剛剛萊特提到顯得格外的謹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這個幕僚會議上面也表示說針對能源供應的憂慮呢，將會從3月26號開始釋放國家石油儲備以及產油國共同儲備。那所謂這個產油國共同儲備呢，是日本與產油國合作，在日本國內存放的石油儲備。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還會祭出新的政策，規定民營企業也必須持有的石油儲備。好，日本真的現在對於這個中東危機也是非常的擔憂，因為他們是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但現在祭出的對策真的能夠有效的舒緩目前戰爭帶來的衝擊嗎？短期也許可以，中長期呢？中長期的話，事實上日本他有去做一個分析美國打這一場戰爭是打了兵器戰，但是伊朗打的是一個價格戰。所以川普看起來會顯得有點焦慮。為什麼？因為價格往上升。川普講的時候，我們的石油只有1%從那一個海峽過來，其他的國家只有90%多。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其他國家如果價格往上漲的話，自動會帶動美國的一種價格上漲。那日本的話，他們就會感受到它的壓力。雖然說他會去釋放我們講的儲備石油，應該是3月16
26跟3月26日的話，會持續的一個釋放。他希望把市場的價格會往下來。那往下來的話，你也看到川普為什麼會講什麼24-48小時改6天啊？改6天的原因就是這樣，希望讓價格一直往下降。看着油價在說話的，就是看着油價上，所以他們發現川普就是你會跟市场去對。那伊朗有抓到這個點。那他們去擔心到說，因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機啊，會造成物價一種通膨，所以現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個同盟國，既然要釋放出去戰備，我們講的儲備石油的話，就只是一個國家釋放那個量會不夠，那不夠的話大家一起去釋放，暫時會讓它緩一下。可是呢，這個可是又來了，他們就發現啊，東南亞很多的國家，東南亞國家可能包括我們台灣，那個儲備石油事實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話，如果這個戰事一拖長的話，大家都沒有了。東南亞很多國家現在已經是單號、雙號、單號、雙號去排隊加油。那現階段只能夠做的就是說，去別的地方買。或是說這個石油是不是透過別的地方去買？那別的地方去買又會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點，因為他們過去都90%來自中東，中東的石油那提煉的過程跟其他國家提煉的過程稍稍會有一點不一樣，那不一樣成本又會往上升。過去太過倚重從中東來的石油了，他們想過很多種方法，但是都沒有用，就是希望能夠降低對中東從70年代到現在，那也曾經去依賴俄羅斯，沒想到俄羅斯2022年又去打烏克蘭，那烏克蘭又說又不可以跟俄羅斯買，我本來想要從俄羅斯降低，那搞到最後又回到中東來了。中東搞這個的話，所以他們的戰備那個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亞洲國家來講算是夠。那即使是夠，價格還是往上漲。那這些價格往上漲，股價就往下跌，日幣就會貶。日幣貶的話，物價又會帶動。等於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個經濟起來，那又你物價一上來，民生又會說物價又上來了，我們怎麼辦？好，成果又不見了。亞洲很多的國家或經濟體現在密切關注說日本的做法哈。對，簡單請老師告訴我們哪些他們的做法，您覺得還值得我們參考呢？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他們會請日本可不可以釋放多一點給他們？那日本他們有解釋到，只要不影響他們國家的情況之下，他們願意去幫忙其他國家。這第一點，趁這個機會，日本希望能夠帶動它在亞洲的那一種地位，而且它也帶動說這個荷姆斯海峽能夠順利通行。他確實在拜訪川普的時候，也有達到這一個通點，所以他希望是做一個和事佬這個戰爭，希望盡快讓它降幕下來。他跟川普也是講這句話，我們這個戰事就不要再打，盡快把它結束掉。對，好，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